第二部分呢是咱们的公共界面部分，主要是包括咱们的项目树、状态栏，还有 Ribbon 菜单。首先是咱们的 Ribbon 菜单，Pinbase 平台呢可以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加载自己的菜单，一个是呢创建自己一个完整的菜单，主要是通过 BCG Ribbon Designer exe 这么一个插件，然后可以创建一个完整的菜单。比如说是自己要做一个完整的开发一个软件，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么一种方式，然后创建一个自己的菜单，然后在软件里面呢去加载这么一个菜单库，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菜单。待会儿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 BCG Ribbon Designer 这个一个插件的这样一个演示。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动态的加载菜单，主要就是利用咱们 BPUI Ribbon Panel 提供的相应接口方法，可以对tab页、面板还有按钮等进行一系列的操作，主要包括呢增加或者是移出一个tab页，或者是获取所有tab页的名称，判断是否存在某个tab页，或者是把某个tab页放到最前面，某个tab页的是否显示，或者是获取当前活动tab页。然后针对面板呢，主要有增加或者是移除一个面板，还有增加或者是移除一个按钮。这个呢就是用咱们的API 接口实现的，在通用建模原有的菜单上增加了测试分类这样的一个面板，然后并在这里面增加了划线这样一个按钮。待会儿呢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 demo 的演示。然后状态栏主要是使用 BPUI Status Layout 提供的相应接口方法，可增加删除按钮或者是绑定按钮相应命令，主要是包括增加按钮，或者是增加 Compose 按钮，还有刷新状态栏，或者是获取 Compose 按钮的选中项。这个就是利用咱们的接口，然后创建的刷新的这样一个状态栏。还有项目树，项目树主要是利用 BP Tree Manager 提供的相应的接口方法来创建一个自己的项目树。然后主要是包括增加删除节点，在节点上绑定 model， 或者是展开折叠节点，或者是找到对应的节点，比如说找到咱们对应的树节点，还有通过注册回调函数来获取鼠标点击事件，或者是编辑某一个节点，然后还有获取副节点、子节点这类的接口。然后主要的项目树，还有 Ribbon 菜单，还有状态栏主要的接口介绍主要就是这些。下面呢，咱们可以来看一下相应的演示。这个呢就是咱们 BCG Ribbon Designer 这么一个插件，然后打开这个插件呢，咱们可以在 File 这去 Open 去打开自己之前创建的一个工程。你看咱们之前创建的一个范例的一个工程，在这个工程里面呢，我们就增加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些范例的按钮。比如说咱们可以增加这样的一个按钮，这是大图标的，然后移动复制这是小图标的，或者是切个 box，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下拉列表radio button 这样的一些按钮，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比如说我们在增加这个布置按钮上来绑定我们之前写的那个 hello 命令，主要是在这个 keys 这个关键字下边，我们来hello，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然后需要去打开这个工程，然后将它进行重新编译一下，然后生成一个新的动态库。然后我们将生成的这个动态库，这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动态库。我们将这个动态库呢拷贝到我们软件对应的位置。软件里面专门是有 Ribbon Resource 这么一个路径，是存放咱们所有的这些菜单的库。这是 Ribbon Design。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是要配置了一个这个是配置咱们自己的专业，然后使用这个自己的菜单。比如说我们之前配置二次开发这个专业，我们要去使用我们刚刚自己写的这样一个菜单的库。这个 ribbon dial 这个项呢，就是去配置在这个专业启动的时候，它需要加载的是哪个菜单库。然后我们修改了以后进行保存，这时候我们再来运行我们的软件。然后打开这个，在登录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咱们刚刚增加这个二次开发这个专业啊，这个专业下我们新建一个项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加载的菜单就是我们刚刚在 Ribbon Designer EXE， 然后这里面去设置的这样一个菜单。然后我们点击我们刚刚编辑的这个布置这个按钮，然后就可以看到弹出我们刚刚写的 Hello Beam Base 这样一个对话框，说明这个按钮和咱们的命令是已经关联上了。好，这就是咱们的，就是使用我们的 Ribbon Designer EXE 这样一个插件，然后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菜单。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动态的添加菜单这样一个范例。首先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代码，这是我们写的一个增加菜单的这样一个范例，它的命令是 and ribbon， 然后也是跟我们上午我们之前 hello 一样，去继承这样一个 IBP function command 的，然后重写 execute 这样一个命令。首先我们可以调用 ribbon and category， 然后来增加一个菜单项，就是增加咱们的 tab 页。然后可以在 tab 页下面，然后增加咱们的测试分类、测试面板这样一个测试面板，然后可以再在这个测试面板上增加咱们的 Hello 这样一个按钮。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软件里面就要调用咱们的 and ribbon， 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命令。然后启动这个命令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菜单变化了，然后增加了测试分类，然后增加 Hello 这样一个按钮。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依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刚设置它是来绑定我们的 Hello 命令，所以说它也弹出了 Hello Beam Base 这样一个对话框。然后呢，是咱们的项目树这样一个范例，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我们刚刚这个软件刚刚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写了这个范例，所以说它加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项目树。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树上去增加节点，可以选择增加2维或者3维的节点，然后可以就是增加一个3维节点，再增加一个3维节点，或者是去删除节点。主要的功能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代码。这个呢，就是利用咱们的 API 来创建一个自己的项目树。首先是项目树的根节点，我们是去创建了这样的一棵树，就是它的根节点的名称，然后是去给它注册，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接口，去注册一个回调函数，然后来响应鼠标的事件，主要是响应鼠标的左击、还有双击、右键点击这样的一些事件。你看，这是增加它的右键菜单。
然后这是右键菜单的响应。看到我们在这个右击的时候，我们将这个 Create Menu 这样一个接口，然后绑定到了右键点击的这样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右键点击的时候，就会去响应我们的 Create Menu 这样的接口，然后它就会去增加这样一个右键菜单。然后我们在双击的时候，是将 Open Attach Model 这样一个接口绑定到了双击事件。所以说我们在双击事件的时候，就会去打开这个节点，然后关联的这个项目，关联的这个model。然后项目树主要就是这样子创建的。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加载了这棵项目树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软件启动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只是开发一个你自己的软件，那你可以在软件启动 on start up 的时候直接来加载你的这个项目树。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有多专业情况下的这个软件的话，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专业切换事件里面去加载我们的项目树，也就是当在你这个专业打开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去加载你的项目树，就是用这个 API， 刚刚这个项目树这个去加载我们的项目树。然后当打开别的专业的时候，它需要去加载自己专业的项目树。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切回我们的通用建模专业，它会去加载通用建模的项目树。我们再切回我们刚刚这个二次开发专业。好，第二部分关于 UI 界面这部分呢，主要的内容就是